有些答案仍未被看见，这里是听风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就是明明自己还在发呆，脑子还在想着别的事情，可回过神来时发现车已经快到家了，红绿灯也过了，弯也转了，刹车也踩了。可你几乎不记得刚才那段路自己是怎么开过来的。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甚至忽然愣了一下。刚才那几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果意识没有在控制，那么是谁还在开车？而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件更奇怪的事。我有一个婶婶，她真的梦游过。有一天晚上，她穿着内衣裤就直接走出了家门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她不是在房间里乱走，而是真的走到外面去了。可问题来了，她没有撞树上，也没有掉沟里，甚至最后自己还能走回来。可是第二天醒来，他完全不知道夜里发生过什么，这是不是很奇怪？如果一个人毫无意识，那么他是怎么避开障碍的呢？又是怎么记得回家的路？梦游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神秘。有些人梦游时会开门，会穿鞋，会找路，甚至有些人会完成很难的动作。更奇怪的是，英国有一位男子，醒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天分，只要梦游他就会作画，而且画出来的作品非常有艺术感，甚至被人收藏，卖出很高的价格。可他醒来后，他根本不知道，也根本不知道怎么作画。这是不是很奇怪？醒着的时候不会，睡着之后反而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哪个状态才是真正的他呢？而这件事让我想到另一个现象：鬼压床。鬼压床很奇怪，明明意识已经醒了，知道自己躺在床上，知道房间在哪儿，甚至知道自己醒了，可身体动不了。而梦游刚刚相反，梦游的人明明还在睡觉，意识似乎不清醒，可身体却能下床，还能走路，还能越过障碍，甚至能找到回家的路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如果意识没有在控制，又是谁在控制身体行动呢？一个是想动，却动不了；另一个是不清醒，却能活动。这件事是不是在提醒我们，人和身体的关系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？人平时的清醒是不是表面的一层？而不管是梦、梦游、鬼压床，甚至开车睡觉，甚至开车走神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人进入了一种介于清醒与非清醒之间的状态。而很多奇怪的事情偏偏在那个状态完成了，而睡醒后好像是另一个自己。有人梦游作画，有人梦中得到灵感，有人梦中解决问题，有人恍惚时能够安全回家，有人在梦中发明。人在表面意识之外，是否还有更深的意识？
当我们自己睡着时，究竟是谁还在活动？有时候我会想，人真正神秘的地方，也许不是梦，而是人似乎从来不只是自己。那么，人到底有多少个意识呢？梦游如此，灵感如此，预知梦如此，甚至很多下意识的行为也是如此。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人会不会做梦，而是我们平时的那个自己，真的只是自己吗？当你睡着之后，是谁在替你开车？又是谁在指挥你行动？也许真正神秘的，从来不只是梦游，而是人的意识。感谢您来到听风，让我们一起听见那些看不见的答案。如果你也对这些未知感到好奇，记得订阅听风，也许下一个答案就在下一阵风里。